去死吧！呀，河边怎么起火了？起火怎么了？就算整个河阳烧了，关我屁事。走了，今晚还有一场赌局呢。青帝，我身体也不舒服，告辞了。姐姐笑什么？走得这么急，看来这出戏唱的并不如他的意。这些男人啊，成天觉得自己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但却不知狂妄只会蒙蔽他们的双眼。堂主，外面什么情况？县衙的人正在满大街找上官职，我们安排的人怕是露馅了。本来也没指望这个假货能隐瞒多久，看来老八是失手了，小瞧了这个逆子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定锦派月，把夫人带来。是。你怎么了？江，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小姐，小姐，可算找到你了，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。幸好有卓少主在。是你救的我？是你自己明的。那潘大人呢？看着犯人呢。小姐，你说这个人是不是没有长心啊？你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他也不来关心你一下。难道是梦吗？老实点，别动。你没事吧？可惜我没能亲手杀了你。难道不断杀人，是你想要过的生活吗？雇佣的掌控欲，毁了你之前的人生。你好不容易逃出来，却又陷入杀人这样极端的桎梏。你这样何尝不是一种偏执呢？带他回去。是。雇佣那老小子恐怕不会善罢甘休，我一起押送顾山回去吧。你休息一会儿，再回县衙。阿福，留下保护他。是，少主。后面4个留下，其他人跟我走。堂主，他们抓了顾山。还是按照原计划行事，不能让他活着离开。是。那不是卖冰饮的三姑娘吗？她犯什么事儿了？听说她才是灯
灰暗的真凶，重开工会就是为了抓他。你们抓了我女儿，我来看看她，不犯罪吧？不会吧？怎么是他女儿？他怎么会是堂主不是只有一个儿子，5年前已经死了吗？还在他家那么久，什么时候又多了一个女儿？完全没想过这事儿啊！来了那么多人，真是吓死人了！是啊，堂主居然真是，原来是人家杀呀！真没想到啊！哎呦，是。为了配作顾家的血脉，我就活该被关在暗无天日的地牢里，每天被打得体无完肤。对于你来说，要是我不能活成你想要的模样，我就根本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。顾家没有你这样的废物。我能以女子的身份行走人间，无比畅快。这样活1天，胜过之前活10年。顾堂主，你再也不能控制我。你们2个是护着这个凶手吗？顾山是杀人凶手，他自然会受到应有的惩罚。可你身为人父，却从未将他视作血亲骨肉，私自囚禁、控制、折磨。在这里，最没有资格教训他的，就是你。再不让开，我不客气了。他来这儿根本不是为了教训我，他是怕我说出那枚令牌背后的秘密。你敢！潘大人，我现在就告诉你，这位不可一世的顾堂主背后做了多少见不得人的勾当。珊儿，珊儿，娘，你不怕连累你娘，你就说。珊儿，放开我娘！你们这些畜生，放开我娘！顾雍，我劝你不要任意妄为。他是我生出来的，到死都得听我的。我不动手，珊儿，你想想清楚吧。求你，就当为爹娘最后几次孝。啊！你非要顾家给你陪葬吗？娘，
了我娘。我答应你。顾山，山儿，你不能像娘一样，永远都被这个人控制。这样活着跟死了有什么区别呀？你闭嘴！山儿，你记住，你永远都是娘最宝贝的孩子，永远都是。顾夫人，顾山。顾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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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能死啊！顾山，顾山，顾山，姐姐，叔叔，姐姐。我知道，我会帮你照顾好双双。双双，双双。水波纹令牌到底有什么秘密，值得你不惜杀死自己的骨肉也要保全？说！阿泽，把人给我带回去。是，跟我来。别动，别动。金水帮的出现不是巧合，难道他们跟水波纹组织是一伙的？
我先回趟银雨楼。看来潘大人是个可靠的人，能查到雇佣，就离真相不远了。起风了。上次抓到的金水帮余孽都关在这儿了，孙堂主已经审过了，没交代什么。帮内一定还有奸细，你去查一下，记住，不要惊动任何人。是。姐姐，你现在的心愿跟那会儿还一样吗？现在嘛，早已由不得我。我只盼着公子能早日回京，顺顺利利的与郡主成婚，了却我家老爷一桩心事，我们潘法也能重归祥和。小姐，小姐，不好了，双双出事了！大人，你也来了。我听说有人闹事，进去看看吧。她是凶手的妹妹，把她的尸体一块扔出去。跟他废什么话？他不搬，我们帮他搬走。走。对，走。都住手！来，快起来！潘大人，走走。什么意思？从今日起，这家店为县衙特供兵役。若再有闹事者，一律按妨碍县衙办公论处。这些人这怎么办？哎呀，走吧，走。真是。有的时候，我真的很希望我们抓的凶手都是十恶不赦之人，这样我也不会挣扎和难过。善与恶并非迥然对立，而是一体共生。有的时候，凶手未必是十恶不赦，而死者也未必是十全十美。其实，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只怪物。我们能选择的是，将它培养成猛兽，还是接受它，与它和谐共存。你陪一下双双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
有潘大人那句话，以后没人敢闹事了。我只是想姐姐。要哭就哭出来。我跟你差不多大的时候，也失去了家人。那个时候觉得天都要塌了，我也是整夜的哭。但是哭完了，咱们就要自己擦干眼泪，要向前看，咱们得好好活着。我教你一首童谣吧，这是一个对我很重要的人教给我的。每次我孤独害怕的时候，都会自己哄自己。金斗鬼，金斗鬼，怕风怕雨怕打雷，半夜起来遇妖怪，4个脑袋3条腿，吓坏我们金斗鬼。嘤嘤嘤嘤嘤嘤，金豆掉了3大杯，天亮推倒衣服架，衣帽掉了一大堆，4个脑袋3条，一起来。金斗鬼，金斗鬼，怕风怕雨怕打雷，半夜起来遇妖怪，4个脑袋3条腿，吓坏我们金斗鬼。嘤嘤嘤嘤嘤嘤，金豆掉了3大杯，天亮推倒衣服架，衣帽掉了一大堆，4个脑袋3条腿，金斗鬼，金斗鬼，怕风怕雨怕打雷，半夜起来遇妖怪，4个脑袋3条腿，吓坏我们金斗鬼。金豆掉了3大杯。大人，打开。是你伪造恶交，引发恐慌，阻挠我们调查灯会案，追查顾山。不错，本以为民情汹涌，便可以阻止你们继续调查。你还是低估了我们的决心。不过我有一个疑问：顾山是你亲生骨肉，你囚禁他，强行改变他，难道就没有一点舐犊之情吗？有，正因为他是顾家血脉，我才想助他成大业。谁知他扶不起，只是个废物。死是他最好的解脱。这只是你所谓的解脱，不是他的。人这一生，活着是一道，死了也是一道，我就图个痛快。不像有些人，为了个不争气的儿子，活得人不人鬼不鬼，那还不如死了呢。顾堂主指的是，说到生死，我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。若是你能如实回答，我会免你一死。第一，季善堂
杀人不仅是为了图财，营是水波纹组织专门用来杀人灭口的势力。我想问，10年前廷尉杨继安一家的死，是否是你所为？是我干的。我带人冒充成山贼，杀了他全家。可惜他女儿跑了。所以也是你在我大婚之时杀了杨采薇，让杀手躲进了生死方。那个人不是我派的，那就是幕后之人亲自派人动的手。你的令牌上写着数字4，说明还有3个人在你之上，他们是谁？你觉得我会跟你说吗？会。我从你家抄出了账本，上面记录着你杀人卖命所有的证据，只有你说，才能活。年轻人，你保不了我，你只会让我死得更惨。最后一搏，尚有生机。祭善堂已经覆灭，当然，你也可以一起死。主人，潘越防备严密，没能杀得了顾雍。绝不能让顾雍开口。是。大家辛苦啊！哎，老主播，非常时期，这儿没有大人手谕，谁都不能进去。即使有大人手谕，进出也是要画押的。我说你小子啊，这辛大人才来多久啊？你就一口大人一口大人的，怎么着？那辛大人来压我？你可别忘了，这想当年老夫那是前任县令的心腹。那再者说了，我每天来这儿检验犯人名录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哎，不行啊，潘大人的心腹盯着呢，一会儿派人给你送到当房去啊。你心腹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这个资历，他在这摆着呢，对不对？啊，哪有这？我告诉你们啊，我这一切为了什么呀？啊，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。大人，这些账本都是记录日常的，也没有什么水波纹的线索。放那儿吧。公子，顾雍说要见你。我可以配合你，但是我有个条件。讲。带我离开鹤阳，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。我答应。你可以说了。在我绝对安全之前，我是不会说的。等我安全了，我会知无不言。大人，顾雍答应吐口了。对，但他有条件，带他离开河阳，保证他的安全。那你打算带他去哪儿？进京，让郡主派人保护他。水波纹的凶手还埋伏在河阳，你这样带他走，就是给他们灭口的机会。
雇佣的那些替身还关在县衙里，我打算来个瞒天过海，暗度陈仓。县衙或许还有他们的眼线，调包的时候得小心谨慎。嗯。顾场主，请画押。请吧。等一下，把顾庸带进来，我有话问他。是啊，公子。你跟我们从后门走。顾庸，顾庸，你怎么了？顾庸，顾庸，顾庸，睡不稳，就是杨什么？杨什么？顾庸。爹，过了今日就是第3年，儿子很想你。烟玉楼的内部有奸细，此人隐藏的极深，不但勾结了金水帮，还与那隐秘的水波纹组织有关。你放心吧，我定会将那个人揪出来。你一手打下的基业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不允许任何人破坏。爹，你还记得吗？你总是催着我，让我早点成亲，说成亲了以后呢，性子就没那么倔了。我遇见了我喜欢的姑娘，有朝一日，定会带她来见你。少主，少主，少主，出事了！怎么了？顾庸在县衙里被人灭口了。
公子，致死的便是这画押的印尼。这尖刺上沾了剧毒，我彻夜在衙门看守，连雇佣吃的每一顿饭菜我都提前试毒，却没想到他们在印尼上做了手脚。这下毒之人，定是十分熟悉县衙的工作流程。县衙的薛吏，每个人再排查一遍。是。雇佣一死，线索全断了，接下来怎么办呢？不知潘越究竟怎么想的。可他……上官小姐，洗衣服啊？啊，不是，大人说这衣服以后也不用再穿了，让我拿去扔了。多谢上官小姐。上官小姐，哎，大人，我有事想问你。何事？灯会那晚救我的，是不是你啊？是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告诉你做什么？你是因为查案时限限轻，救你是公务，有什么值得大肆宣扬的？正好有一事，我也要告知于你。过2天，我会命阿泽送些东西回京城，你与他一道回去，路上也好有个照应。我不去，水波纹都还没有查清楚，我怎么可……上官芷，当初是你非要进县衙证明自己，我给你机会了，你也的确做到了。可查水波纹一案，短则10天半个月，长则3年5载。难道你一直打算留在县衙里当差吗？如果下次再发生河边那样的意外，我自问没有办法保证你的安全，又怎么向你哥哥交代？你不必拿我哥做幌子。你多次赶我走，是怕我会缠着你。你现在难道不是吗？怎么，上官小姐要走吗？那正好，我银雨楼扫榻以待。公用的事情我听说了，潘大人，你连家贼都防不住，我又怎么能够放心让他继续住在这里？我带他走，潘大人应该不会反对吧？自然不会，有银玉楼保护，肯定万无一失。我也好卸下负担，专心查案。够了，我是人又不是物件，你们在这讨论怎么处置我，有没有考虑我的感受呢？谢谢卓少主的好意，但银玉楼我是肯定不会去的。还有你，之前给你添了很多负担，我实在很抱歉，但我绝对没有要缠着你的意思。水波纹我肯定会彻查，但是绝对不会赖在你的县衙。小姐，
咱们要去哪儿啊？河阳这么大，自有咱们的去处。我们走吧。等等。 灵儿，这些都是你爱吃的果子。下次见面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你多保重。嗯。兜兜转转，没想到又回到这里。你确定要住这儿？这里许久没有人住，连一点烟火气也没有。要不你再考虑考虑，去我烟雨楼吧。烟雨楼要什么有什么，绝不比这差。今天多谢你帮我搬家。我帮你搬了家，总得请我喝口酒吧？是得喝一顿，庆祝我离开牢笼，开始新生活。灵儿。 哎，啊，备酒。是。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胖的人是什么人吗？宰相，宰相肚里能撑船吗？最快的人呢？曹操，说曹操，曹操到，你又输了。什么都知道。再来，我就不信。你今日喝的够多了，还是再喝吧。怎么就够多了？别扫兴啊！我那输的都得赢回来。有心事的人是赢不了的。那你知道世上最傻的人是什么人吗？是2次掉进同一个坑里的人。我明明知道潘越已经有郡主了，我也知道我什么都没有，甚至这个名字、这张脸都不是我的。 我就应该离坑远远的，却没想到又一次掉进去。这都不是让我最难过的，最难过的是我既没有立场恨他，也没有资格爱他。 我甚至都不能告诉他，我甚至都不能告诉他，我只是寄居在别人躯壳里的小偷。你说，是不是很傻？ 傻的又何止你一个？
认识你这么久，从没有见你这么伤心过。是潘越那小子不配，我们应该感到庆幸，及时跳出这个大坑，对吧？邵官志，你去。公子，是我。公子，其实上官小姐回了西园，她没有去阴雨楼。不过那卓少主好像跟着上官小姐也去了西园。我听那声音，他们好像一直在喝酒，一直到我走，他都没有走。行了，让你去保护，没让你给我汇报这些。公子明明舍不得上官小姐啊，为什么还……哪那么多为什么？睡觉去。哦。这肉炖的还欠火候。来说这道菜啊，这起锅的时候应该再搁点醋，搁点我尝尝这个最好，对吧？大人，哎，公子，新来的厨师做的几个菜，你先尝尝呗。来。太淡了，太凉了，太硬了。你们慢慢吃吧，我没胃口。你会不会对我很失望啊？公子，阿泽，把这画送去修补一下，然后再重新装裱。是公子。对了，公子，今日还是顾山下葬之日。
话，寥寥回忆经年长，却只能装聋作哑。扣了你的脸颊，聚散如流沙，天命自洽，爱冲间火崩塌。随云烟轻洒，用力驱赶你伪装的潇洒。微醺的梦啊，信念之人怎会不变真假？你若近在咫尺的天涯，我想握住，却只能装傻。告诉我做什么？你是因为长安知县险情，救你是公务，有什么值得大肆宣扬的？如果下次再发生河边那样的意外，我自问没有办法保证你的安全。那你知道世上最傻的人是什么人吗？是2次掉进同一个坑里。之前给你添了很多负担，我很抱歉。水波纹我肯定会彻查，但是绝对不会赖在你的县衙。最难过的是我却没有一场恨爱，我甚至都不能告诉他。你我已握紧你的手不放。小姐，这一盆是非常名贵的墨香玉兰，公子千里迢迢从京城带来的，只剩最后一盆了。你要是想摘，去院子里面摘别的好不好？哦，灵儿，哥哥在河阳是不是也有几家铺子啊？是啊，上官家的生意遍布天下，各门各类都有涉猎。那你去通知这些掌柜，问问他们有没有留意到水波纹的图案，不管是器物还是别的，有所得者重赏。啊，还有，去一趟书寺，把那些什么河阳相关的博物志啊、地方志都买回来。是。小姐，小姐，刚才外面来了一个渔夫，说有一个叫白小生的人托他带个口信，白小生在码头被人扣住了，请小姐赶紧去救他。你说给你1个时辰，让你的亲人来见你最后一面。既然这1个时辰已经到了，跳吧。不是，大哥，我真的再也不敢了，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你竟敢买通船夫，用我们的船私运货物！你既然有这个胆量，就早该预料到有如此下场。别磨叽，赶紧跳！我求求你了，大哥！啊，你别！哎，你是需要我住手！啊！姐姐救我！他偷运了多少货物？我10倍赔偿。你把这儿当什么地方了？我们银雨楼的规矩，岂是你能用这几个钱买通的？银雨楼？我都说了，我跟你们少主真的是朋友。我们少主是何等英明人物，岂会跟你们这些女流之辈做朋友？他们确实是我的朋友。卓少主，
参见少主。小生，姐姐，吓死我了！朱堂主是吧？你尽忠职守，做得很好。不过，这件小事就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就此结过吧。少主，他私带货物，这可非同小可。再说咱们银玉楼从来没有破坏过规矩。少主，您不能因为外人而因私废公啊！你说的对。她未来将会是我们银玉楼的少夫人，她的话便是我的话，我的话便是银玉楼的规矩。难道你对我的话也要质疑？少主恕罪，属下不敢。参见少主夫人。啊，幸亏你来得及时。对了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？太爷遣人送了口信给我。哎，我说小骗子，你可真会惹麻烦，10次见你9次都出状况。说明卓少主是天生解决麻烦的人物。走吧，晚上一起喝酒去。嗯，走。我那些货不是还都没处理呢吗？你们去吧。姐姐，我晚点去戏园找你。与其在一旁看你们卿卿我我，还不如去跳河。我晚点去找你啊，姐姐。哎，小生怎么最近怪怪的？他不是一直如此吗？要钱不要命。阿江，你以后别这样了。是吗？我不是从县衙搬出来了吗？以后也不需要这些幌子了。你不用成天围着我转，也别老叫我什么少夫人之类的，我很尴尬的。不是幌子，我说的都是认真的。以前我也以为我只是把你当做朋友，但2个月前我回到了河阳，那时我高高兴兴的去找你，却只听到了你身远的消息。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，刀剑加身都从未让我如此害怕过。那时我才明白，原来你在我的心中早已不只是朋友。你回来之后，我对你说的每一句话，做的每一件事，都是发自内心的。只要你愿意，我随时娶你过门。阿娇，我一直拿你当我最好的朋友，以前是，现在是，以后也是，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的。斩钉截铁，毫不犹豫。我虽想到会是如此，但没有想到，这种感受比我想象中的要更加难受。比失望更伤人的是空欢喜。我拿你当我最好的朋友，更不可能给你无谓的希望。公子，公子，顾雍已死，季善堂已清，你还在怀疑4大宗族吗？我在想，在京中的那个幕后黑手，为什么会在河阳配置势力？难道就是单纯的为了杀人吗？我看了季善堂的账目文册，倒确实只有杀人这个买卖。所以我怀疑，这4大宗族中，一定还有他们的势力。这季善堂被灭，生死坊又一点动静都没有，那就只剩下银玉楼和百花宫了。
但这一个在诚心诚意的帮上官小姐，另外一个又早早与公子连了盟，帮县衙解了燃眉之急。这肯定是我错过了什么。到底是什么呢？这饭要一口口吃，案子要一点点查吗？老这么干想也不是办法。不如直接说，想干嘛？骑马去。姐姐，你又在看这块帕子了？9年了。对了，县衙现在如何？非常安静，甚至可以说是死气沉沉。潘大人来到河阳仅仅2个月的时间，就走到了如今这样的地步，已经出乎我的意料。想让他短短时间之内查清顾雍背后的势力，的确有些强人所难。或许是时候推他一把了。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。小姐，我们已经把河阳市面上所有带水波纹的物件全部搬来了，实在没有你说的那种啊。公子，我们已经到西园了，也不知道上官小姐在里面过得怎么样，我们要不进去看看？小姐，你要的水波纹，我这儿有。在哪儿？陈掌柜，小姐要找的是水波纹，你找来这么多武器做什么？请看。听到了，人家根本就不用咱们担心。公子，咱们来都来了，难道你就不好奇上官小姐在里面过得怎么样？哎，你听，灵儿笑得多开心啊！羡慕了，是不是想搬过来跟他们一起欢声笑语啊？不是，不是就少过来晃悠。这，公子，死鸭子嘴硬。这。公子，如果大人，怎么了？大人，4楼有人纵火。什么？
怎么回事？大人，不知是谁在这牢房里面打翻了一盏油灯，好在稻草是湿的，没有起火，只是冒烟而已。究竟是何人如此大胆，在县衙大牢内纵火？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里面没有关押犯人。湿稻草不是为了放火，而是为了起烟，是想吸引我们的注意力。这把火是有人故意引导。大人，那个人邪乎得很，万万不可靠近他。他犯了什么案子？鬼火勾魂案。不知这么晚，潘大人到此有何吩咐？我来找一份卷宗。哦，什么卷宗？老朽跟您一起找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找吧。你快回房休息吧。大人辛苦。以前上官池总能很快找到需要的卷宗，我还以为此事很简单。现在想来，他定是下了不少功夫。河阳新政书院。傍山依水而建，后山传闻闹鬼，经常有人走进去就走不出来了。据当事人供述，1年前，新政书院的4名同窗陈父、朝歌、刘氏、沈慈，他们为了比拼胆量，去了后山鬼林。几根骨头而已，还吓不到我。你们要是怕的话，你们就趁早回去吧。我们也不怕。对，不怕。走。什么人？装神弄鬼的，给老子滚出来！沈慈，
快跑！快跑！有鬼！有鬼！有鬼！神慈，神慈被鬼抓了！神慈！神慈！神慈！沈慈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众人认定沈慈已经丧命。可谁曾想，带人过去。沈慈，你没死啊？沈慈，你的眼睛，您的眼睛怎么了？来，坐这儿。沈慈，你不是被鬼抓走了吗？对呀。你怎么回来的？对呀。我们当时都看到了，让你别过去，你非要过去，然后你就被鬼给缠上了。对。对啊，是我被恶鬼拖进林子里，恶鬼好像要把我推到地下去，我死命挣扎着，用脚踹着，这才逃了出来。可是林子里有很多瘴气，我一出来，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。沈慈。大家原以为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没事了。可接下来的1个月里，又发生了让人难以置信的事。非吾安居也，我无安心也；非吾足财也，我无足心也。是故君子自难而易比，众人自易而难比。非吾安居也，我无安心也；非吾足财也，我无足心也。非吾安居也，非吾足财也。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了？救命！我的眼睛，什么都看不见了！福哥，我也看不见了。3人陆续目亡，继而水米不进，神志恍惚。陈父的父亲是书院掌院，他遍请名医，全都瞧不出陈父的病因。坊间传闻都说是林中闹鬼所致。直到一天夜里，有一名企业的书生看到了一幕。陈父，周哥、刘使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真父！陈父，周哥，刘使，刘使，陈父，周哥，刘使，陈父，周哥，你们在哪儿啊？陈父，陈父，陈父，陈掌院，掌院，在这儿呢。看，啊！富儿，
福儿，把沈慈给我抓起来！就是这个白眼狼，不念书院培育之情，竟学了妖术害了我儿，还有2条无辜的性命，请大人做主，让沈慈偿命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呀？陈父等人中邪之时，我正在书院里读书，没有去后山。你既会妖术，想瞒天过海又有何难？你口口声声说我会妖术，证据呢？我有功名在身，你们无凭无据如此冤杀，恐难服众吧？沈慈，所以，你是因为跟潘大人赌气才搬回西园的啊？更正一下，不是赌气，是划清界限。从今往后，我跟他就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再无交集。当真？当真。也挺好的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干嘛在同一棵树上吊死2次？你看看身边的人呢，卓少主也挺好的。他跟你表白了？他跟你说了？我猜的。他真跟你表白了？你都没留意过吧？他眼睛总是看向你，没有朋友会这样的。我现在只想查清水波纹，做回杨采薇。这个沈慈没有证据证明他杀人，但是他是此案的唯一犯罪嫌疑人。当时判的是先押后审。大人，我办案10年，抓过的嫌犯没有1000也有800，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么诡异的。诡异在何处？他刚进来的时候跟其他犯人押在一起，但是没过几日，那些穷凶极恶的江洋大盗都吵着嚷着换牢房，最后没有办法单独关押。我暗中观察过，他整日神神叨叨的，不知道是在念经还是在念咒。大人，您千万小心，别着了他的道。快些到我这里来吧，快些到我这里来吧，快些到我这里来。大人，你看，他又在念咒了。不，他在跟老鼠说话。恕我礼数不周，不知阁下是谁？县令潘岳。原来是潘大人。你每顿只有2个馒头，为何还要分给老鼠？我被囚在这不见天日的地方，亏得有这些虫鼠相伴，打发长日，聊以抒怀。在你眼中它是老鼠，可对我而言，它却是老友。他借已被关在死牢，为何还要带这么重的脚镣？替他解开吧。大人，这是会妖术的重犯，他跑了呢。他若真的会妖术，你10条铁链也锁不住他。解开。是。
不怕我？需要怕吗？这墙上的图案，大人是为此而来。是。可否坦诚相告？大人若有心，待你查清此案，自会知晓。外面怎么会这么多野猫叫啊？终于安静了，真想吃栗香糕啊！栗香糕，栗香糕，刚出炉的栗香糕，看看，栗香糕嘞！卖糕的小贩为什么来得这么凑巧？还有刚才的猫叫，突然就停了。难道说……灵儿，我每天吃你做的饭都吃腻了，今天我想吃现烤羊腿配花雕啊！来，快，车拿进去。是。小姐猜的没错，果然是你。灵儿姑娘，你家少主呢？阿江，哎呀，你不必对我这么好，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是拿你当朋友，我知道，但这就是我卓兰江对待朋友的方式。我说杨采薇，你何时变得这么扭扭捏捏啊？我怎么扭扭捏捏啦？对啊，那这现烤的羊腿配花雕，喝不喝？喝，怎么不喝？鬼火案两死一残，沈慈是唯一的嫌疑人，破获此案的关键只能在他身上。可是此人真的会是用妖术残害同窗之人吗？对不对？真是。哎啊！来，咋了？没想到上官小姐走了以后，这些树还是没有幸免于难呐。哎呀，错牛，哼！公子，公子，你在干嘛呢？没什么。哦，你要去哪儿？哦，杨姑娘的画像裱好了，我去吧，正好出去走走。您看看，给您钱。好嘞，走吧，慢走啊。潘大人，吃份冰饮解解乏吧。好啊。潘大人，您的冰饮。谢谢。潘大人，您怎么今天没跟上官小姐一起来啊？我还怪想她的。我也好久没见她了。哦，这样。想见上官小姐得去银雨楼，听说她和卓少主好事将近，前2天还去码头巡视家产了。真的？真的。
怎么可能啊？好多人都在场嘛。上官小姐明明……爽爽，啊，我现在还有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啊，但是您的冰也还没吃。牙疼，吃不了酸的。给。啊。我是怎么回事？一听到上官芷，连话都忘了。谁教给你们的？上官小姐。他怎么会是他？青丝蓦然烛花，寥寥回忆经年长，却只能装聋。上阴雨楼找到了尸体，我便来此守株待兔。没想到等来的是你。大半夜偷偷来此，想毁尸灭迹？当然不是了，那我得亲手找到真凶，让你正式跟我道歉，告慰亡灵，也还自己一个清白。我不能平白被大人冤枉呀！尸体是会说话的，再不你就没机会了。他们应该是吃了什么毒药了，我现在要找出毒源。大人，你看，大人，你快来看，这个就是毒源。从颜色、形状上来看，从位置、方向、深浅来看，只能是他自己伤的自己。哎，小心点。上官小姐可以平复公子的心绪。深呼吸，没事，没事。金莺莺，金莺莺，金豆掉了3大杯，天亮推倒衣服架，吓坏我们金豆们。你看着我，潘越。潘越，看着我清醒一点！烦死了，我不是上官芷。他都跟你说什么了？他相信你。那个时候，他是真心想嫁给你。没骗你吧？灵儿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小姐，这些油伞若是久不被雨淋，就需要时常拿这些湿抹布擦一擦，才能保护它不褪色。那我帮你。那我再去多拿点伞来。去吧。怎么了？